哈喽，大家好，我是 Esther。我这周其实还有点拖延，就是我记得我周一状态是好的，然后周二去钓鱼，周三的钓鱼完又歇了一天，然后又来例假了。周四周五就是痛经有点难受，然后周六去了版主的座谈会，今天是周日，昨天座谈会结束之后在外面晃悠到晚上，结果今天也挺累的，所以今天是这一周是不那么 productive 的一个星期，但我觉得 it's okay, let it be。然后我今天还下单了一个那个冲浪板，因为我的愿景板上有，我希望我可以把冲浪板，我可以在碗池里玩冲浪板，或者是拱刀碗池吧。碗池是比较终极的一个 level， 然后我想了想，我觉得我还是想玩，我就不知道这个滑板这个事情已经 haunted me for many years。然后我其实不太喜欢那个刷街，就是最普通的那种玩障碍的那种滑板，我也不知道该叫啥，就是一切都从奥利开始的那个板。我前阵子还看到一张很好笑的图，就是这张图，就是你要学会一切其他动作，你要先上奥利这个台阶，但是奥利的门槛又特别高，就是它是我觉得是最新手不友好的一个。我他妈奥利蹦到现在，我14年开始系统的蹦，看现在10来年了，断断续续的 doesn't work out。然后我就买了一个那个冲浪板，我觉得还是我更喜欢冲浪板，然后我打算把我其他的滑板卖一卖，希望 partner 不要屌我。然后其实周三周四还是有面试的，就是我其实那2天把那2个面试过了之后，我就弃摊了。周四的面试会更好一些，因为我其实一直想跟业内的长辈聊一聊，说我现在被裁员之后的一些迷茫吧。然后面试我的是德克萨斯州一个 studio 的老头子，一个 studio 是他自己创办的，一头银发，我还以为是个年轻人呢，就至少40-50岁吧，结果是个老头。然后我估计他是不是因为也教过书啊？就我跟他的对话可能更像，也像师生之间的对话，师生之间的对话。我就跟他讲了讲作品，然后我跟他讲了讲我 Backit 那个怎么用 AI 把图片跑出来的。然后我还问他说，我感觉就是我第一份工作给亚马逊做产品图，我觉得它限制了我接下来会找工作的一些选择。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们是更看重作品集还是更看重工作经历？然后我估计老头自己估计是自己创业上来的，他估计打的工也不够多，他只跟我讲说，他说就只是这一份 position 这个工作而言，他说我们找的其实更想找的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孩子，他说你已经有一定工作经验了，然后你也大概知道这个东西怎么运行的，巴拉巴拉。所以他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答案，只是就这一份工作需要找什么样的人，他可能不那么看重工作经验，他更看重作品集。我觉得可能换一个角度来想，如果特别在意我第一份工作经验、第一份工作出来作品的公司或者设计师，可能就不是我要去的工作或者设计师。因为但凡业内的人都知道这个东西它只发挥了我30%的水平，我还有70%的能力放在这里呢。就是你看我作品集和 Amazon 产品图这个存在，你就知道这个差距在哪里。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一点，可能还能筛掉不少很垃圾的工作室和那个公司，应该这么想。然后我觉得这个面试可能，我不觉得，虽然我们聊得很开心，聊得也挺久了，1个多钟，我不觉得他会录我，觉得更像，因为首先我可能对于这个位置来说，我是
over qualified 了，就他也说他其实想找刚毕业的孩子，然后但他约我见面，我觉得是他对我作品集挺感兴趣的，我也确实是挺想，就像我说的，想找业内的人聊一聊的。然后其实聊完，我感觉我已经 I got what I want， 我拿到我想要的东西了，不知道拿到了什么，但是我感觉聊完之后舒服了很多。所以他面不面我不重要，就是能跟老头子这么快乐聊聊天也挺好。老头可好玩了，他本来先给我发个邮件，他说会迟15分钟，然后15分钟过去了之后，他给我打了个电话，他直接拿起电话说 Esther， 就也不客气。我说 Sean is that you？ 他说对，是我。他说我要再晚个10分钟。我说 OK， 没问题。就是老头子这个电话打过来，我觉得他应该是个还挺好说话的人。他跟我介绍了很多德克萨斯州的风土人情，他也不是德州本人，他是其他州过去的。然后我在想说我要不要，首先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讲版主座谈会的内容，我觉得大概讲一下应该问题不大，因为我现在我也是云里雾里的，就是座谈会跟网课的差别是，座谈会他一下丢给我们很多东西，然后在座谈会就要当场做些小练习跟3-4个冥想。然后我觉得网课的好处是它已经是个很成熟的系统，然后它会把第一课、第二课、第3课切开之后，每一课中间会有小的练习，确保你走特别扎实。座谈会是咣当一下丢给你一大篓子的东西，让你自己消化。我消化的有些困难，说实话，因为首先我感觉这个虽然它这个探索的6个月内容量绝对是不是6个月6年的内容量绝对够开一场座谈会，但我觉得有些东西还没透彻。就是我问了版主，我说你耳朵能听见颜色的这个事情有知道原因了吗？他说他还不知道，他还在学习。就我感觉这个已经很接近答案了，但是还没透彻，这是我的感觉。然后可能这一次前半段他说是科学家在讲，后半段才是那个他自己在讲。他后半段他本人讲的那个我接受度良好，听懂了。前半段科学家讲的那真的是太科学了，就是他运用到生活中也很科学，让我觉得一下子有点 what， 就是太机械了，你知道吧？就本来灵修课的人可能是相对感性一点的，但是他突然给出了一套机械的解法，让我觉得我得再琢磨琢磨。然后这次座谈会也挺特别的，他是用英文讲的，因为我们人不多，我们就12个人。这个人为什么不多呢？是因为版主我不知道，我现在才知道了，他早早的就关掉了那个座谈会门票的那个 portal。我们纽约场就只有12个人来得及买这个门票，然后他本来觉得说12个人这个门票钱他可能不太够 cover 他在纽约行程的费用，然后他本来也觉得哎呀可来可不来，最后决定来了，就他就完全放手 to the universe， everything is for the best， 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即便他还不知道为什么这是最好的安排。然后他在座谈会前一天他 figure out 为什么是最好的，就是我们人少，而且都是纽约 New Yorker， 英文比较好。他这个座谈会他是打算中文录一版，英文再录一版的。我们正好人又少，英文又都好，他可以直接录英文这一版。如果但凡人再多一点，比如说在 LA 20多个人，他说里面就一定会有那种完全听不懂英文的那个粉丝过来，他就 she can't do it。 如果纽约人场人也多，有不会英文的人的话，他就自己得回温哥华
应该是我不知道他是要面对的空气还是怎么着，他自己还要再录一场英文的，就太折腾了。所以他正好我们纽约这一场人少英文好，就直接录了一场英文的。然后我觉得我幸运的地方在于本来我是想，我一来他说要讲英文，我就愣了一下，我说要讲英文吗？班主很紧张，他说你英文不好吗？我说没问题。我想的是本来说要手机录音的，因为他很多东西我得反复听，就是甚至得一字不落的记下来。就不是我有多脑残粉，我要一字不落记下来，是因为我发现他就是他爱自己课程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一段话里面重点太多了，真的是重点，他切得很细，但是每一句话都是重点。而且在读的时候，如果一字一句照着他的文稿写下来，读的时候我可以用他的语气读出来，然后就 get 到那个磁场了，我可能接收的就快一点。然后我就想说录下来，但是录英文的话，我怕效果没那么好。然后我幸运的地方就来了，他说因为他这场是英文录的，为了确保我们所有人得到我们要的信息，他说他到时候会把我们直接免费的加入到中文的线上课程里面。我本来还犹豫说要不要再买个中文的线上课程，现在不需要了，免费的就有。然后这是哇，真的是想什么来什么的一个幸运的点。然后英文其实接收度也良好啦，虽然我更喜欢他讲中文的那个腔。然后也因为这个量太多，我一下还不太能确定怎么把它们运用到实际生活里面，所以我打算把我能用的东西整理一下，先用着，因为他这套系统跟之前老的那一套爱自己课程的系统不太一样。比如爱自己课程的那个系统是先你是有伤痛的，你要疗愈好自己的伤痛，你才能更好的面对未来。但他这个 Unlimitless 的新的想法是就是其实很容易总结，不用讲 vibration 都很容易总结。他说一切都是一体两面的，你可以只用好的那一面，就是你不需要疗愈自己的伤痛，你知道怎么运用震动，怎么运用，这是其实提到前世的技能，你就其实就是前世肌肉记忆会带来坏的肌肉记忆，也会带来好的肌肉记忆，就是一切你都只用一体两面那个好的那一部分就可以了。然后这块我听懂了，我也在学着做，但是因为没有爱自己课程分的那么细那么踏实，所以我不太确定这个我能 apply 到什么程度。我在想说要不我还是先跟着爱自己课程的节奏走，因为我觉得新的课程我真的一时半会儿消化不来，然后就会让我觉得稍稍有点停滞感。我现在犹豫该怎么做这个取舍。然后下午离开之后，我就感觉我也不想回家，我就去 Newport 那个 mall 逛了逛。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突然很想去玩那个，就是 Newport 在 GameStop 对面开了一个游戏机厅，然后它都是主打 VR 的游戏机厅，里面就有一个不是 VR 的，那个不是 VR， 那个就是赛车模拟器，但它是带那个叫传动装置吗？我不知道它叫什么装置的那种那个玩意儿的模拟器，虽然它只有几个柱啊，就是观感没那么好，但我还是去试了一下，头有点晕。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在游戏机厅里看到一群小孩，一群黑人小孩喜欢玩那个投篮机，但是估计他们没钱了，然后他们就把那个篮球从那个不知道怎么从缝里就是一点点把它抬出来，就是这是篮球机嘛，篮球机这儿缝，他们就一点一点把那个球从那上面拿出来，然后再投进去，让我想起了我的童年。虽然我没有在游戏机厅干过这种事儿，但我觉得我小时候肯定干过这种没有钱但我很想玩的这种钻空子的方式。然后我就看那个店员去阻止他们，店员说你们要是
就店员大概意思就是你们这么干，老板会把错误算在我头上的。然后那群小孩教养也很好，他们就没有再这么干了。店员还看着我，我就在旁边想嘛，他看着我，他说你玩的开心吗？我说哦还可以还可以。然后我就充了25刀，然后我把那个卡上的钱花完之后，我其实本来是想把剩下的那一点卡钱给他们的，但是我不知道我当时不知道是没勇气还是怎么着，就没这么做。但是出去转了一圈之后，我在想说干嘛？为什么就干脆再给卡里面的多充一点钱，然后把我的卡给他们算了，因为我已经体验过那个赛车模拟器了，我觉得没有应该不会再去玩了，没有什么好玩的。我就兜了一圈之后，我又回去看，发现那小孩人就走了，然后我就说我先去买个饭，买完之后他们如果还在的话，我就充钱给他们。但是买饭的中途我又改变主意了，我说那不如就充好钱，然后把卡留给店员，店员在看到他们之后把卡给他们玩就行了。然后我就买完饭我回店里，我充了25刀，然后我就先问店员说，我说这样行不行？就说我给卡里充点钱，你下次见到他的时候把卡给他们，让他们玩。店员说可以啊，店员说 so nice of you， 我说没事，我也没充很多，就充了25刀。他还够他们玩个10来次吧，然后就把卡留在那里了。就是丰盛感这个东西真的是要有拿有给，这个能量流动很重要。就是我今天免费获得了一个线上的课程，然后我又把我的卡给了出去，给那群小孩去玩投篮。就是当拿到之后是快乐的，但是给了之后我才感觉更快乐，就是这个能量才疏通了。这是关于那个丰盛感的另一点的小想法。这个座谈会我琢磨再说吧，就因为我还是会记录我灵修上的一些进程，然后我就不可能不透露他这个座谈会的大概内容，细的我肯定不会讲，但是大概内容还是要讲一下，这样大家才知道我在说什么。OK， 大概先这么多，谢谢大家 ，See you guys。